巨鹿原上，风声夹杂着远处战鼓的轰鸣。楚军与秦军的厮杀已近尾声，战场上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气息。秦军将领章邯深知，这一战若败，秦国的命运将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章邯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，带着20万秦军向楚军投降，归顺项羽。而这一投降不仅成为秦朝覆灭的关键转折，也揭开了接下来一幕幕权力斗争和阴谋诡计的序幕。千里之外的咸阳宫廷暗流涌动，谁能真正掌握这日益破碎的王朝？章邯投降的消息传到秦宫中，丞相赵高预感秦朝气数已尽，可现在他仍然想着当皇帝的美梦。眼看诸侯军就要冲进咸阳城，秦二世胡亥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赵高决定先一步发动兵变，他联合弟弟和女婿带领护卫军冲进宫殿，以抓盗贼的借口肆意滥杀无辜的工人，最后逼得秦二世上吊自尽。赵高满以为有了玉玺就能当皇帝，没想到文武百官根本不接受他，一时之间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无奈之下，赵高把玉玺交给子婴，子婴不甘忍受赵高的摆布，设了个计谋，杀死了赵高。公元前206年10月，刘邦率军第一个占领了咸阳。秦王子婴拉着白马和简朴的马车等候在路旁，看到刘邦来了之后，便双手奉上国玺，以此表示归顺的诚意。刘邦宅心仁厚，指命将士们好好看管秦王子婴，并没有杀他。进入秦宫后的刘邦，马上就被金碧辉煌的摆设和美丽的宫人所吸引，幸得众人劝阻，才没有过分流连其中。刘邦把军队带离咸阳城，驻扎在坝上，随后把当地的乡绅百姓集合起来开会。刘邦在会上安抚受惊的百姓们，他说残暴的秦朝已经灭亡了，再也不会有人遭受秦朝残酷的律法。刘邦请百姓们放心，诸侯国的军队和秦军不一样，从现在开始，各级官员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，并且提出3点要求：杀害他人必须偿命，伤害他人必须接受惩处，偷盗等罪行依轻重处罚。百姓们听到后欢欣鼓舞，纷纷带着自家的肉和酒来进献给刘邦的军队。刘邦没有接受，他谢过百姓的好意，一再保证不会伤害百姓丝毫。经历了地狱般的秦朝统治，老百姓对眼前这位仁慈的统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每个人都争着请刘邦来当皇帝。项羽听说刘邦进驻咸阳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，他急匆匆地朝咸阳赶去，心里却又担心那20万投降的秦军会不会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造反。他于是把一些低等楚军将领和士兵掺杂在秦军中打探消息。章邯虽然归顺项羽得到了封赏，但秦军士兵没有得到任何补偿，反而受尽了楚军的凌辱和冷落。司马迁虽然有所耳闻，也知道错在于秦军，但他不善于辩解，只能暗自宽慰秦军。秦军士兵对项羽颇为不满，人心惶惶，气愤怨恨的大有人在。安插在秦军的楚军士兵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给项羽，项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决定把秦军全部消灭掉。2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每天的军粮开销就要很多，况且他们怀有一心，在项羽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项羽预先把司马迁引了出去，阴部趁夜偷袭秦军，士兵们慌作一团，互相推挤踩踏，死伤无数。侥幸活下来的人和死去的士兵被楚军全部埋进一个大坑里。这件事给项羽和楚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，加上后来项羽闯进咸阳烧杀抢掠，百姓对他全无半点好感，注定了他以后失败的结局。刘邦入咸阳后，采取安抚百姓的政策，得到了百姓的支持。项羽却冲动鲁莽，难以担当国家大任，天下归谁所有已成定局。项羽马不停蹄，终于赶到咸阳城外的浑门，今陕西西安临潼区新丰镇浑门堡村，和驻扎在坝上的刘邦遥遥相对。正在这时，刘邦军中的一个中级将领跑来向项羽告密，说刘邦有心称王，还不准部下杀死秦王子婴。项羽一听就火冒三丈，扬言一定要抓住刘邦。范增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，
项羽越发盛怒，决定第二天就发兵攻打刘邦的军队。消息很快传遍楚军的阵营，有一个人慌了，他是项羽的叔父，名叫项伯。项伯和刘邦的谋士张良交情匪浅，曾经受过张良的救命之恩。听到项羽要攻打刘邦之后，项伯担心张良的安危，便在晚上偷偷骑马跑去找张良，要他快点逃命。张良却说自己要保护刘邦。他想了想，决定把项伯带去见刘邦。等刘邦听了张良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之后，他吓得面无血色，再三向项伯表示自己没有称王的野心，只是受了小人的挑唆，做了些让项羽误会的事情。刘邦知道一旦开战，自己肯定会败在项羽的手下，不如先得到项伯的帮助，说不定有转圜的余地。于是刘邦恭敬地称项伯为兄长，还相约两人为儿女亲家。言辞之中满是对项伯的敬意和对项羽的称赞。项伯一看刘邦态度诚恳，就答应回去劝阻项羽出兵，并叮嘱刘邦明天务必亲自前来拜见项羽。第二天一早，刘邦就带着亲随和一些士兵来到鸿门，他把士兵留在阵营外，只和亲随走进军营。项羽还没来得及发兵，看到刘邦后感到有些意外，但又不好发怒，虽请众人入营帐，吩咐侍从端上酒和食物。刘邦在席上态度谦和地把攻占咸阳的目的告诉了项羽，说自己是在为后来的部队扫清障碍，请项羽不要听信小人谗言。这一番话说的项羽心生愧疚，觉得自己对刘邦误会太深，加上叔父项伯在一旁替刘邦说好话，项羽更加觉得过意不去，杀刘邦的想法也渐渐淡忘了。但范增不时在旁边做出各种动作来提醒项羽不要忘记当初的决定。可是项羽没有理会他，范增急得很，他找了个空子离开酒席，在外面拦住项羽的堂弟项庄，想让项庄进去假装敬酒舞剑，趁机把刘邦刺死。项庄答应之后，就钻进营帐，二话不说，拿起一杯酒，便对着刘邦一口喝完，然后请示项羽，希望能给沛公舞一段剑。项羽高兴地同意了，于是项庄拔出宝剑，左右起舞，慢慢的朝沛公逼近。项伯一眼就看明白项庄的真实意图，是想刺杀刘邦，因此他也抽出佩剑和项庄对舞起来。每一次项庄想借机刺向刘邦的时候，项伯都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。刘邦眼看席上气氛紧张，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害怕，但他表面上装作没事人一样，只是不敢喝得太多。张良看到项庄渐渐都冲着刘邦，知道这次凶多吉少，他寻了个空隙出了营帐，找到等候在外的樊哙，把眼下危机的情势说给樊哙听。樊哙立刻冲进营中，横眉冷对项羽。项羽以为他是进来挑起事端的，正准备发难，张良及时赶到，向项羽说明这个人只是刘邦的车夫。项羽发下了防备，并赏给樊哙一碗酒和一只半生不熟的猪肘子。樊哙也不在乎，直接坐在地上，用剑切下一片片肉送到嘴里。吃完后，樊哙一抹嘴，先谢过项羽的款待，然后指责项羽忘恩负义，不顾沛公的好意，反而怀疑他。楚怀王在牺牲之前就曾说过，谁先进入关中，谁就当关中王。沛公若是称王，哪会放着满仓满室的金银珠宝不要，还把军队退到坝上，等候诸侯国军队的到来？要是项王借故为难沛公的话，又和残暴的秦朝统治者有什么两样呢？项羽听了樊哙的话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樊哙坐下后没多久，刘邦就借上厕所的机会跑了出来，张良和樊哙随后也跟着走出来。张良建议刘邦趁机回到坝上，由他留下来和项羽周旋。刘邦这次本来带了2件礼物，一直没有献出来，他索性把礼物也留给了张良，请张良代为献给项羽和范增，然后他便在樊哙和几位随从的陪同之下，骑马赶回自己的军营。张良估计沛公离坝上不远了，这才慢悠悠地走进营帐。项羽眼见刘邦没有回来，
很吃惊地问怎么回事。张良推说刘邦喝醉了酒，怕在项王面前失态，就先回去了，并说这次来之前准备了2份礼物，白璧1对献给项王，玉斗1对献给亚父。项羽对范增的尊称。范增听了张良的话，气得拔剑就朝玉斗劈去，玉斗掉在地上成了碎片。想到项羽的心慈手软，范增在心里哀叹，日后必将被刘邦赶尽杀绝。刘邦依靠自己的沉着冷静和他人的帮助，从项羽手中捡回一条命，也更加坚定了以后要消灭项羽、夺取天下的想法。项羽随后不久便占领咸阳，但他没有和刘邦一样安抚百姓，而是把秦王子婴和几乎所有王公贵族、文武大臣都杀死了。楚军还在宫殿里大肆抢夺珍宝和美女。项羽甚至下令火烧秦宫，大火足足燃烧了几天几夜。随后，项羽增称怀王为义帝，把参与反秦战争的各位将军封为诸侯王，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，英布被封为九江王，每个诸侯王划分一块势力范围，总共有18位诸侯王。项羽自封西楚霸王，立都彭城，为诸侯王之首。